开这里，到外面再想办法打探安德里他们的消息。好，前面就是出口。我们顺利逃出来真是太好了。接下来我们该去找安德里他们了。艾尔莎，你在干嘛？这句话该我问你们才对，你们不是也被抓起来了吗？难道你们也是逃出来的？什么逃出来？我们是被村长放出来的。我刚想去把他们放出来，没想到他们自己就跑出来了呀！哈哈哈哈！哎呀，实在是不好意思啊，村民们太久没见过人类，太过紧张防备，所以才一下子就把你们关了起来。这位是？这位就是这个村子的村长莱普先生，就是他将我们放出来的。之前我们在牢里的时候，安德里就和他们解释了自己是异人族，而我们是他的朋友，他们这才信任我们，并把我们放了出来。没错，为了表示我们的歉意，我们还要举办宴会来欢迎你们呢。原来是这样。可是为什么刚刚牢房里的异人族在商量怎么吃我们呢？是啊，说什么小的粉毛的肉嫩，大的金毛的好吃。恐怕是你们误会了。虽然有些害怕，我们异族人的人类经常说我们会吃人，但其实都是谣传了。你们刚刚说的恐怕是那些。为什么今天的发型和小时候一模一样啊？村长不好了，牢房出事了，不知道为什么里面结了冰，大家都出不来了。什么？怎么会这样？结冰？糟糕，我们好像闯祸了。原来一切都是一场误会。西利亚学姐马上替大家解开了魔法，我们也十分诚挚地向大家道了歉，而他们也很大方地没有和我们计较。在他们的热情邀请下，我们便参加了他们为我们的到来而举办的宴会。你们快尝尝，这多毛猪的肉可美味了，你们在外头绝对吃不到。我怎么有种我自己吃我自己的感觉？我也是。说起来，我还没问过你们来这里的原因呢。你们怎么会来迷境之森呢？莱普先生，我们来这里是想要找助眠之谷的，请问您知道助眠之谷的下落吗？你要找助眠之谷？啊！这是怎么回事？莱普村长，你们快起来，这到底是怎么了？太好了呀！没想到我有生之年竟然能看到有人带走助眠之谷了。莱普村长，您先别跪着了，起来再说吧。好。还有大家也是，先起来再说吧。莱普村长，为什么你听说我们要带走助眠之谷是这样的反应？这助眠之谷压根儿就不是什么好东西，难道你们不知道吗？这还怎么说？原来你们根本不知道助眠之谷的可怕之处。其实助眠之谷是一块会不断吞噬周围魔力的魔晶，它现在就在我们村子附近。起初我们刚到这里的时候并不知道它的存在，但在这里生活久了以后，我们的魔力就变得越来越弱了。后来我们经过一番调查，才发现了助眠之谷的存在。我们曾试图弄走这块助眠之谷，但这块助眠之谷却有着很强的封印，需要大量的魔力才能解除。可我们发现它的时候已经太迟了，我们早就希望有人可以替我们拿走它了。可既然拿不走，为什么你们不干脆搬走呢？离开这里不就没事了吗？其实我们根本就不能轻易搬走，因为我们都是被流放到这里的。什么？
他们看起来根本就不像是坏人。你们为什么会被流放？因为异人族内部种族和政权的争斗。我们异人族实际上也存在着种族政权的斗争。我和这里的村民们都曾是上一任异人族王族天狼族的旧部。在当年的天狼王沃尔瑟夫的带领下，我们异人族的发展越来越壮大，但其中也有一些种族不服天狼族的统治。以蛟蛇一族为首的一些小部族为了争权挑起了内斗。当年天狼一族除了叛逆，让他们轻而易举的就攻入了我们的部落，杀害许许多多毫无防备的臣民。天狼王沃尔瑟夫为了保护我们这些臣民，带着他的部下一直拼杀到了最后一刻。那一仗打得十分惨烈，天狼族的族人几乎死绝。曾经辉煌的天狼一族也因此陨落，就连天狼一族最后的血脉，我们的小王子也死在了那场战争中。虽然我们一直对外支称小王子已经死了，但我知道他一定还活着。所以莱普村长，你们之所以被流放到这里，是因为你们曾经是天狼族的旧部吗？是啊，当年那一仗后，蛟蛇一族变成了新一任王族。我们这些天狼族的旧部因为不愿臣服于他们，便被他们流放到了这里。在发现昼眠之谷的存在后，我们想逃离这里，可没想到他们竟然一直监视着我们，还派人阻止我们离开这个流放之地。什么？难道说……没错，我想他们80%就是知道这里有昼眠之谷，所以故意将我们流放到这里，借此削弱我们这些旧部的力量。可恶！要是我们能早点发现他们的阴谋就好了。哼，要不是我已经没有魔力了，早就把那群家伙宰了。所以你现在知道为什么你说想找昼眠之谷的时候我们会那么激动了吧？就是因为你们的魔力还没被昼眠之谷影响，一定有足够的魔力能带走它呀。可是，既然这个昼眠之谷如此可怕，你们怎么会把这样的东西当作圣物呢？圣物？我们怎么可能把它当作圣物呢？或许是因为它有着吸收魔力的奇异力量，所以才被你们人类以讹传讹，传成了圣物吧。不过话又说回来了，你们又为什么想要找昼眠之谷呢？实不相瞒，我的弟弟中了一种可怕的诅咒，需要昼眠之谷才能醒过来。原来如此，昼眠之谷能吸收魔力，所以也能让诅咒的魔力变弱。如此说来，确实能起到压制诅咒的效果。可是孩子，昼眠之谷虽然确实能用来压制诅咒，可还是会不断的吸收周围人的魔力。经年累月，你们的魔力或许会像我们一样慢慢消失。即便如此，你们也想带走昼眠之谷吗？莱普村长说的没错，可昼眠之谷也是现在唯一能救奥萨的办法了。等等啊！我们未必就找不到可治昼眠之谷副作用的方法。殿下，无论如何，我们都先试着把昼眠之谷带回去再说吧。就是啊，我们这么艰难才来到这儿，总不能就这么放弃吧？艾尔莎，你怎么想？你们……我决定了，莱布村长。我还是想要把昼眠之谷带回去救我弟弟，请您带我们去寻找昼眠之谷吧。就算昼眠之谷会吸收我们的魔力，那也需要一段时间。无论如何，先救了奥萨再说，后续的事情以后再考虑吧。好，既然你们已经决定了，那今晚你们就先好好休息，明天一早我再派人带你们去找昼眠之谷。好。找昼眠之谷的事情总算是有所进展了。不过我们来迷境之森也有一段时间了，不知道爸爸那边现在是什么状况。陛下，军队已经做好准备，我们随时可以出发前往迷境之森了。陛下，为什么您这么确定？跟着这块罗盘走
就一定能找到艾尔莎殿下。陛下，这是皇女殿下让我交给您。因为这块魔法罗盘，就是艾尔莎托人交给我的。什么？接头的人说，艾尔莎在黑水界找到了进入迷境之森的方法，但因为一些原因，她只能和布莱尔他们先行动身。艾尔莎是在离开之前，托他给我传达这个口信的。他托人转交给我的这块罗盘，能和他身上的另一块罗盘产生感应，指引我前往迷境之森。所以，只要跟着这块魔法罗盘的指引，就一定能找到艾尔莎。我就知道，殿下的做事一定有分寸的。事不宜迟，出发。是。爸爸和李维他们，就算知道我的下落，也一定会很担心我。要是能有办法给他们报下平安就好了。啊，萤火虫，布莱尔。殿下，你怎么还没睡？睡不着，而且你不也还没睡吗？说的也是啊，殿下，既然睡不着，不如我们聊一会儿吧。这里的星空真美。是啊，殿下，我记得这是你第一次出远门吧？是啊，也不知道爸爸他们怎么样了。第一次离开家人，心里觉得不安，其实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不瞒你说，我也会。啊？你还记不记得我曾经跟你提过我的父母？当然记得啊，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布莱尔就说过，他的父母都是很出色的魔法师，最后都为国牺牲了。在我小的时候，妈妈为了守护国家而奔赴战场，所以会经常离开我。每一次他们离开，我心里都很不安，会很担心他们，会很想他们快点回来。他们也一样，即使身在战场，也会担心我，会经常写信回来安慰我。这对于每个和家人分离的人来说，都是正常的情绪。如果因此而感到不安和难过，不必憋在心里，可以把你的坏情绪通通告诉我，我随时都乐意倾听。布莱尔，他总是这样温柔体贴的来安慰我，他如此温柔的笑脸下，其实也隐藏着对过世父母的思念吧。如果你因为思念父母而感到难过，我也愿意随时倾听。谢谢你，殿下。想起爸爸妈妈的时候，说不会难过是假的。不过每当我想起他们的时候，更多的其实是对我梦想的向往和坚定。梦想？我想像他们一样，成为优秀的魔法师，继承他们的衣钵，为国家效力。而且这些年来，国王陛下一直很照顾我，我也希望将来能够报答他。布莱尔从小就很有抱负和担当，这么多年也一直没变啊。提到梦想的时候，他的眼里生满了光芒。巧了，我的梦想也是想要成为一名优秀厉害的魔法师。既然如此，我们就一起加油吧，布莱尔。莱普村长，您之前说让我私底下来找您一趟，到底是有什么事？坐下说吧。昼眠之谷所在的遗迹中有一些机关，当年进去的人大多都受了伤，只有他毫发无伤的出来了，就让他给你们带路吧。谢谢您。到了，这里就是昼眠之谷的所在地，你们就自己进去吧。再见。等等，这里机关多，大家小心些。艾尔莎，你别怕，你看我们走了这么久，除了路有点滑之外，也没什么嘛。哎，不好，碰到机关了！小心！上面的机关关闭了，那就只能去看看了。看来只有我一个人掉到了这里。
不过这里究竟是什么地方？什么东西？绿身体尖耳朵，难道他们就是传说中的地精？呀！看来得赶快解决掉他们，才能去找大家会合。放马过来吧！呀！西利亚学姐，这下面看起来像是个地宫。既然是个人造的地宫，那应该会有出路。先下去看看吧。也不知道其他人都掉到什么地方。对不起，都是因为我误出了机关，才害得大家掉下来。机关本就是防不胜防的，你现在想这些，还不如打起精神来去找大家会合。话虽如此，可我还是会忍不住担心大家的情况。帕尔莎殿下他落单了，我们得想办法先找到他才行。又是机关！这里是哪里呀？我怎么会在这里？喂，那边的小子，你是谁？我叫布莱尔，你又是谁啊？还有，你知道这里是哪里吗？我为什么会在这里呀？不知道，不过这地方看起来很不安全，得先离开再说。喂，男子汉大丈夫，哭什么呀？这不还有我吗？我会带你出去的。那就拜托你了。不过你还没有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呢？我叫安德里，你就叫我安德里哥哥吧。哦，安德里哥哥。我们都走了这么久，怎么还没走出去呀？哇，上面好像有光，或许我们爬上去就能找到出口了。看起来好高呀！这点高度算什么？看我的！嘿，哇，太厉害了！我都说了，这点高度根本不算什么嘛。来吧，我拉你。你用力爬！住手！你干嘛？快走开了！不好意思，安德里哥哥。可恶，竟然是被这种跟奶猫似的男生轻薄了。安德里哥哥，你力气好大呀，而且你真的好勇敢哦。那当然，这世上没有什么能让我害怕。什么东西？糟糕，我的耳朵出来了！幸好他没发现。这是这不是我以前在书上见过的幽灵吗？布莱尔，你别怕。安德里哥哥怎么在发抖？安德里哥哥，你不要怕，这些幽灵没什么可怕的。你别胡说，我才不怕呢！我可是大哥哥，当然要保护你。安德里哥哥，谢谢你。其实这些幽灵一点也不可怕的，我们家族特别擅长灵魂魔法，这种幽灵我以前就在家里的书中见过。看我的吧！难道他要用什么特别厉害的魔法吗？啊，做鬼脸有什么用？其实这些幽灵叫做鬼脸幽灵，你越是害怕，他们的力量就越是强大。你要是不怕他们，反而用鬼脸吓他们，他们还会被你吓到呢。居然真的被吓跑了！我也要试试看。真的把他们吓跑了。对呀，所以我说他们一点也不可怕嘛。嘿嘿，接下来就看我把他们全部吓跑。太好了，幽灵都被我们赶走了。哈哈哈，我好想再玩一次。看来安德里哥哥已经不怕幽灵了。哼，我本来就不怕。安
安德里哥哥，快看，前面有条发光的河。看来我们刚刚看到的光是这条河发出来的，或许我们过了这条河就能找到出路了。你快跳过来啊！过来！怎么回事？我的身体突然变得好难受。你刚才……等等，我刚刚好像变成了小孩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或许是因为我们掉下来时触发的那个魔法阵吧。我曾在书中见过，那个魔法阵会把人的身体和心智都变成小孩子，就连记忆也退回到幼年时期。只不过这种魔法有范围限制，超出范围就会变回原样。无论是那堵高高的石壁，还是那些幽灵，对于孩子来说都是危险而又可怕的。我们一旦因为害怕不敢前进，就会一直被困在这里。不过这魔法阵把我们变小的时候，还把衣服也变小了，真是意外的贴心呢。这种奇怪的机关到底是谁设计的呀？说到奇怪，我们变小的时候，是不是发生过什么奇怪的事情？别让人知道。那我们该去找阿尔莎殿下了。看来我们已经走到这个遗迹的内部了。安德里，你看，这个壁画上的人和你异人族形态的时候很像呢。是狼人族的壁画。他的表情怎么看起来有些难过？等等，他知道这是天狼族的壁画，而他异人族的形态又和这壁画有相似之处。难道说……这里看起来很危险的样子，得仔细观察周围有没有机关。小心！糟了，来不及躲了！幸好赶上了，只要把摆动的机关冰冻起来，斧头果然就停下来了。学姐，幸亏你的魔法这么厉害。不过，这样的机关肯定不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也遇到这样危险的机关？不用太担心，他们的实力都很强，一定没问题的。可是艾尔莎她一个人落单了，真的没问题吗？她一个人面对这些危险，该有多害怕呀！自从拿到先锋法杖后，我的魔法用得越来越得心应手了，总算是找回了一些以前当修仙大能时的感觉。就照着这个劲头，一口气找到大家吧。这一路上机关出现的越来越频繁，或许我们快到遗迹的中心了。幸好有西利亚学姐在，我们才能顺利来到这里。无论是遇到了刀山火海，还是被骷髅怪围追堵截，这一路上，西利亚学姐带着我过关斩将，我才没被这些机关伤到。耶！西利亚学姐，你的魔力消耗太大了，要不我们休息一下吧？不用，我还撑得住。不过你有没有觉得，越往前走，体内的魔力消耗就越大？的确，之前莱普村长说过，昼眠之谷会吸收魔力，会不会是因为昼眠之果的影响？我也是这么想的，而且到现在，我的魔法已经所剩无几了。越往前走，魔力消耗越大，估计是因为我们已经靠近昼眠之谷了。走吧，我们的目的地应该快到了。又是机关！西利亚学姐，小心！应对！糟了，我的魔力不够了！西利亚学姐！戈尔斯，戈尔斯，你怎么样了？别担心，我还好。你先忍着，我带你去疗伤。这里已经着火了，得找个更安全的地方才行。他的灼伤好严重，以我现在的魔力，
没办法完全将他治好，但冰魔法应该能对他的伤势有所缓解。西利亚学姐，这点小伤没什么大碍的。闭嘴，最好别乱动。是，怎么感觉西利亚学姐在生气啊？你刚刚那样的行为实在是太不顾及自己的安危了，下次别再做那样的事了。这次是你运气好，如果你下次再这样，没命了怎么办？西利亚学姐那么生气，难道是因为她在担心我吗？学姐，你别生气，其实那个时候我没来得及想那么多，看到学姐你有危险，就不由自主的行动了。为什么？我和你明明只是普通朋友而已，为什么你会在我遇到危险时下意识保护我呢？老实说啊，我在大家眼里就只是个对表演感兴趣的废柴而已，已经很久没有人像你一样愿意把我当朋友，还一直保护我了。所以你对我这么好，我又怎会眼睁睁看着你受伤呢？首先，只对表演感兴趣可不一定是废柴，之前你不就用你的表演天赋帮了我们一个大忙吗？再说了，你可是克里亚王国的王子，怎么可能没人关心你呢？虽然我是王子，可自从我妈妈不在后，皇宫里便再也没有人会在意我了。不在了？难道格尔斯的母亲真的去世了吗？因为我妈妈只是一个舞女，出身低微，本来在皇宫里也没什么地位，而且我也不是父王唯一的王子，他平时这么忙，又怎么会为我这样一个不起眼的儿子多操心呢？所以渐渐的，皇宫里便没有人会在意我了。可是之前我在新生汇演上见到的伯克国王，并不像是一个会对孩子冷漠的人啊，他们之间或许有什么误会。如果我像西利亚学姐这么优秀，或许我父王会多看我2眼吧。你要比所有人都优秀，才配得上公主的身份，才不会丢了皇室的脸。优秀吗？那不过都是被逼出来的罢了。啊？看来我和你还真是2个极端啊！我活得不像一个王子，而你呢，却被公主这份镣铐给束缚着。这就是身为公主背负的命运，但也正因如此，我才会成长为大家期待中的那个西利亚公主，受人敬仰，被人喜欢，甚至被恭维。可是，我更希望大家能够因为我是西利亚而喜欢我。对啊，正是因为你是西利亚，我才会喜欢你啊。你说什么？突然说喜欢我，是什么意思？西利亚学姐，你是个很厉害且很有人格魅力的人，即便你不是公主，你身上的种种特质也足以让人喜欢啊。原来他说的喜欢是那种崇拜的喜欢啊，吓死我了！学姐，你怎么了？我到底在想什么啊？